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西藏拉萨的贡嘎县。有这样一种说法，去新疆看风景，来西藏看人文。这2年我都在自驾的路上，特别是在陕西看到了很多皇帝的陵墓，那基本都是土葬，因山为陵，或者在地上起一个封土堆，把王公大臣、皇帝葬在里面。而在西藏呢，我们可能了解到有塔葬、火葬、土葬，那还有一些比较神奇的水葬，可能大家没听过。那我现在刚好是在雅鲁藏布江旁边，在路上行驶的时候看到有个水葬台，那听到这个名字呢，大家应该有所了解，应该是一种水上葬礼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，看看西藏的风景。我们一直走318过来，在林芝那一带看到的都是绿树，就跟我们说的原始森林、草原一样的。那到了这边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山顶，光秃秃的。听说阿里也是这样的。下面这条河流就是雅鲁藏布江，看起来是不是非常平缓？这有可能是因为这条河流现在这里处于上游。雅鲁藏布江是亚洲主要的大河之一，发源于西藏。上游是叫做雅鲁藏布江，后面流到下面去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它被藏族视为摇篮和母亲河，长度来讲是中国的第5大河，同时它上游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河。大家都知道，西藏这海拔特别高，长江、黄河，还有怒江、金沙江、澜沧江，这些都发源于青藏高原。在藏语中，雅鲁藏布江的意思是高山下流下来的雪水，作为藏族人民的母亲河，所以可能在雅鲁藏布江上举行水葬，这个可能是原因之一吧。在雅鲁藏布江旁边的山体上面画了很多这种白色的梯子，那我们说是梯子，但是在这里代表着是天梯，因为旁边就是水葬台，举行安葬仪式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些梯子呢，一般我们说去天宫有梯子爬上去，那这些就代表着一个通道一样。这个天梯从下面到顶部都有。雅鲁藏布江在这里非常宽阔，可能有差不多1-2公里的宽度。这里海拔大概是3000米左右。前面看到那个就是水葬台，刚好就在雅鲁藏布江旁边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其实在网上可以看到水葬其实有很多种方式的。哇，在这里还看到一个这种我们说的铁锹，不知道是干嘛用的，是不是举行仪式用的一些工具啊？那里有一块碑，我们先走过去看看，写的是雅鲁藏布江水葬台，下面就是河流。我们刚才说这个雅鲁藏布江水比较平缓，但是在这里呢还是比较急，刚好这个水葬台是突出去在那个雅鲁藏布江里面。我们一般经常听说的主要就是火葬和土葬，其实水葬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葬法，就是将死者遗体投入到江河湖海的葬法。水是生命之源，所以从古至今人们生活、建村、建镇、建城市都是在离这些河流比较近的地方，因为人没有水是生活不了的，所以才会说水是生命之源。人们对水寄予了无限美好的向往和遐想，在古代的很多神话当中都把水和神、幸福、美好等属于好的东西连在一起，所以在很早的时候，人们在安葬去世的亲人时，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水葬，所以才说水葬是世界上比较古老的葬法。不光是西藏有，其实在全世界可能很多地方都有。水葬的话，其实也是有多种方式的。在我们国内，水葬仪式主要集中在西藏地区，像现在这里的水葬台仍然还在使用。在盛行水葬的地方，通常还是有水葬仪式，主要是在天亮之前。另外一点，西藏的人都不吃鱼，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水葬有关系。水葬其实也是源于人们对大自然的敬畏，